了，飞云！夜太大了，看不见啊！全路，老郭他跟不了队伍了，得送回后方医院治疗。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本名叫乔三虎，一顿能吃3个馍，大伙儿就3个3个的叫着，就叫上乔3个。 连长叫你。你应该跟他不熟吧？他真的很勇敢，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要是早认识他，
或许我能够告诉他，他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这样做没用。这不是步兵的任务，至少应该有一个战车连。他抱着炮弹冲出去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不是一场实力对等的战斗，可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战斗。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敌人要想继续前进，就要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根据上级命令，咱们4连的任务是支援东线作战，和驻守在咸镜南道的9兵团会合，参与围歼美军陆战1师的作战行动。江对岸是美军陆战1师的阵地，是打过太平洋战争的部队，火力很猛，是块硬骨头。我们团的任务是配合主力的总攻。现在我给你说一下敌人的布防情况。你看啊，这是美军在对岸修建的工事，这是敌人在下界域里修建的物资补给基地。他们在那儿修了一个机场。对岸的敌人是守备部队，负责守卫水门桥的外围，那是敌人主力撤退的必经之路。你们的任务是突破这个防御阵地，从这里，我们团主力直插水门桥。不是，肖团长，隔着湖面进攻啊！哼，这一路过来冻得够呛吧？这他娘的，是50年一遇的极寒天气，整个这一片啊都已经冻结实了。敌人的装甲车都能在冰面上来回巡逻，冰面开阔，易守难攻。对岸的敌人只有1个连，但装备和火力都比咱们强。主力部队发起总攻的时间是明天傍晚，你们提前行动，趁天黑从冰面上过去，突破对岸阵地，然后立刻发射红色小导弹，切断美军撤退的路线。这片阵地和敌人最近距离有480米大，2翼多设置几个火力机枪点，作为掩护。那边还有一个炮兵阵地，看看那几门炮还能不能用。是，各排抓紧时间安排部署，为明天的突击做好准备。听明白了没有？明白。啥？让赵和带领5班班长？对，我这不想着今天晚上就要开始行动了吗？5班现在还没个班长，所以我来向你请示一下。指导员，你咋看？他是连职干部，战车部队来的。对，之前当过教官，当班长不合适。全路，你指挥了他？我就知道他比我有文化，而且他也是老党员了。哼，我觉着他未必会在意这个。成吧。不过这个事儿，你得自己跟他去聊聊。是。啥味儿啊？老赵，能。来，大唠两句。来，你坐。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乔三个没了以后呢，5班就一直缺个班长。啊？哎，你来连里时间也不短了。我这人不会说话，也没啥文化。参军打仗，
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安生日子，我就觉着挺知足了。你比我有文化，打起仗来反应快，点子多。我想请你带5班，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呢，多跟你学2手。我知道你是教官，5班新兵不少，战场经验不足，一旦打起来伤亡会很大，所以没人带不行。乔3个和他们都是我兄弟，我想和他们一堆活着，我想和他们每个人一堆打赢这场战争，一堆回家。那是啥情况啊，铁矿？应该是巡逻队换防。这是白班搞夜班啊？对岸敌人巡逻队换防的时候，离天黑还不到1刻钟。也就是说，夜间会有巡逻队监视兵面，要想趁着天黑摸过去，现在看起来很困难。美军的巡逻队这个时间换防，是因为一旦天色彻底黑下来，视线模糊，他们看不清兵面，害怕我们趁着换防发起进攻。白天视野开阔，兵面空旷，易守难攻，所以敌人肯定会觉得白天更安全，反而会放松警惕。你是说我们大白天从冰面上硬冲过去？这不可能！别说咱们一个连的兵力，一个团的兵力也未必能冲过去啊！白天当然不行。其实我们有一个最佳的进攻时机，下一次换防之前，就是我们的攻击窗口。天亮以后。对，越是临近换防的时间，越是巡逻队状态最疲惫的时候。他们紧张了一夜，只想着回去睡觉。我们得在换防前的5分钟之内，快速越过冰面，用河堤做掩护，发起抵近攻击。一旦拿下阵地，立刻打出信号弹。大成，这次行动谁带突击队？我来吧。这是咱们的位置，湖对面是敌人的位置。明天早上6点半，各班自动向1班靠拢。战斗队形，老规矩，1班靠前负责正面，8班靠右负责侧翼，5班后卫。攻击距离480米大，中间隔了没有障碍物的冰面，各班必须确保最快速度通过。后方的炮兵会进行炮火准备，炮火一停，立刻行动。越过冰面后，各班以河堤为掩体，注意敌人的机枪和火炮射箭。1班正面吸引敌军火力，8班迂回到敌人侧翼，手榴弹刺刀解决战斗。这次任务的关键点是动作迅速，不许停留。任务完成就发射信号弹，都记住了？是。咋样了？信号弹咋还不打？全路正在往上走。
这报告，他娘的，我是真的不知道该咋写。还是得写，经验总得总结，没法总结，伤亡太大了。教训更应该总结。作战目的都实现了，可是8班牺牲了一个班长，李兵没了，4班就剩下1个全乎人，2排命，全路连个囫囵尸首都没留下，埋都没法埋。找一件全路穿过的衣服。人死了，总得入土为安。8班就交给3班吧。2排呢，我跟赵和谈一谈。这是全路留下来的吧？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和连长联名向团政治处推荐，由你来接替全路。我够格吗？为什么这么说？上个月打云山的时候，我不明白阻击坦克车队为什么要步兵先上。3班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战场，我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是他们让我明白了我来到这里的意义。我这人不会说话，也没啥文化。参军打仗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安生日子，我就觉着挺知足的了。我曾经以为自己比他们懂得更多。我想和他们一堆活着，我想和他们每个样一堆打赢这场战争，一堆回家。我现在才明白，其实他们比我更纯粹，更有勇气。他们不是不懂战术，他们是在为信念而战。我知道，在这里的没有孬种，每个人都是好样的，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胜利牺牲自己的生命。现在我是你们的排长了，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到战争结束那一天。现在我下达给你们的第一个命令，也是我们第一个作战任务，就是在未来的每一个时刻，希望你们拼尽全力，活下来。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赢得胜利的希望。
这里是平壤，这里是我们现在的位置。敌人在南部山区占据了一个山口，就这儿。这个山口是平壤南部最后一道屏障，必须封锁山口的公路，才能确保在平壤南面穿插作战的安全。按照地图上标注的，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大约50-60公里吧，沿着公路走就能到达。 团里的命令是要求我们封锁公路，不是消灭路口的敌人。如果不打掉路口的敌人，阻击部队就会上到两面夹击，敌人还没来得及设置警戒，这是最好的时机，快！哎，快点！你拿他没办法的，他们手里有坦克，有装甲车。 咱们手里连件像样的反坦克武器都没有。我们有的战斗中最厉害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另外一辆坦克。看看他们，松松垮垮，根本没有紧张起来。没有人听从军官的命令和指挥，必须立刻发起攻击。田炮，火力掩护，我去偷坦克，你先把那个车长干掉。好。 停下来，准备攻击！走！火力掩护！
爷，我上这边看。病人的颅内有出血，立刻准备实施手术。心率和血压现在都低得厉害，伤员需要输血。他是什么血型？需要合适的血型匹配。这个伤员24小时观察，有突发情况随时报告。医生，他怎么样了？他能活下来吗？现在暂时稳定住了他的生命体征，要持续进行观察。医生，你告诉我，赵和他什么时候能醒啊？他已经很努力了，希望他能够活下来，那会是个奇迹。这里的医疗设备太简陋，技术条件也太差，他的伤势实在太重，所以我建议你们尽快转到后方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比较完善，这样病人或许还有活下来的可能。快！慢点，好离点。向后方大医院转运，路比较远，一定要加强看护，随时观察他的生命体征，记得每2小时测量一次体温和血压。小心，慢点。来，抬起来，来，后面接着，慢点，接着，慢点，轻点。注意体温，每2个小时测量一次体温和血压。这到哪儿啊？快，他不行了。安东，然后转车到金哲。2班长还能回来吗？能活下来的概率都极小。就算救活了，也不会再回来了。更大的可能是根本就醒不了。
二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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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虎！我要陪排长回去。后方有人找过排长，用不着你。吴班长，二排长他真的再也醒不了了吗？之前医生说了，他已经很努力了，能撑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排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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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长！视力已经完全恢复了，听力也没问题。不过，神经系统的再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事不能太着急。你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个奇迹了。我想起点什么了？有些人，有些事儿，一直在我这里晃来晃去。捐躯赴国难，誓死护如归。朋友们，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这不是一场实力对抗的战斗，可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战斗。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恢复的不错，你头部的碎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你现在需要静养，如果休息不足，有可能会留下比较严重的后遗症，或者引发阶段性的神经痛。你自己一定要重视，最好不要着急工作。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运动和休息。像你这样头部负伤，最后还能活下来的，在医学上概率不超过5%。就算是治好了，也不可能跟以前一样。但是日常生活不会受太大影响。那我还能回去吗？回哪儿去？来2个人，快点，来人后方！快，快走！嘴皮子都磨薄了，怎么就说不动你呢？我还是想回去。现在前线已经不缺英语翻译了，我这次来是专门给你办组织关系的，把你调回装甲部队，你留在这边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明白吗？啊？而且你的伤势刚好不久，还需要休息。他们还在那边，我现在是步兵。敌情通报，司连的压力很大，必须增援。是，老郭。仗我这么打，又没了主心骨。这条公路是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就是再怎么困难，咱们都得死死盯在这儿，绝对不能让敌人来去自如。没错。报告，赵和归队。赵和，政委。你回来了就好，我们现在正缺人手。4连在2355阵地已经连着守了3天了啊！陈天放负了重伤，到现在都不肯下来，来不及休息了。这样，你马上上去，帮3万1把。3万？连长，跟着到哪儿呢？你给我来！我再给你个牌，这是咱们团最后的预备队。就派！是。大成和栓主都没了，天放代理连长刚20天，从现在起任命你为4连代理连长。所有人都给你2355，再给我死说2天。我不死，阵地不丢。小子，你要是死了，我去替你。警卫排，跟我走。
高度10，准备射击，开动！请选家，长津湖。我奉命接任4连连长。3班的，让所有人集合，进入阵地。是。进入战壕。3班，壮烈牺牲属先贤呐。如生如死，生死难。你是来接替我啊？1排现在老内务负责，还剩25人，守着中路，负责重机枪和火力阻力炮。这后来的时候是要蒙台的，还剩15人。左边抽1个班，守着西侧阵地，3排坚持完成，守着右翼。先别说了，好好休息，下去马上养好。你没死，我肯定死不了。团长和政委让我把你换下去。赵贺同志，从现在开始，也就是4连的第9任连长，我正式把指挥权移交给你。陈天放同志，我奉命接任4连指挥权。放心，我回来了。替人锋刃断，替
捐躯赴国难，誓死不如归。同志们，我回来了。我曾经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了，我曾经以为自己再也不能跟你们一起并肩战斗了。但是我看到了，我在国内看到了，我们正在守护的一切。所以我回来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漂洋过海的来到这里，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毁灭。他们要毁灭我们所有人背后的家园，毁灭我们的未来，毁灭所有我们珍视的东西。所以他们才会无视我们的警告，他们才会肆意的颠倒是非和正义。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他们错了，他们错了，因为我们来了，我们站在这儿，我们绝不退让，我们绝不妥协。我们的背后是每个人的父母和家人，他们盼着丰收，盼着多盖几间房，能有安稳的生活。让家里的小小子、小姑娘能够上学读书，让一代代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保卫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保卫的不只是这个时代的和平。我们保卫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6、7、8、3、2、3、4、6。现在，我的战友们，拿起你们的武器，4连全体，战斗准备。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的人民的力量，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的人民的力量。
城里的敌人有撤退迹象，这次把总攻时间提前到了13点15分。云山是个小县城，只有一条街是石板路，在云山城的东边。这城里啊有一个重炮连，大概是4到6门105流。这个炮连啊压在城里头，咱们的伤亡会很大。总攻之前，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断掉他们。团长。 人民军那边向导联系不上，听说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问题，关键谁也不懂朝鲜话呀！这你要是断不掉他们，我就断掉你。不是，别，这怎么？我会说朝鲜话。你要是能找到坐标位置，我就用你。 这儿，我看过你的材料了，你是坦克学校调过来的吧？教官，其实我到现在想不明白，你们调我一个战车兵过来，到底能干什么呀？我们是先头连，走在全团的最前面，所以司令部命令我们必须配备像你这样的英文翻译，还有朝鲜向导。来，这边。 连长回来了，连长回来了。连长，哎，大长啊，这是我们指导员杨传柱同志，这是吕三万，政治部干事，跟着野战医院过来，临时给咱当向导。吕三万同志，欢迎加入司令。小杨手，木眼，你叫木子就行。啊，前面到。司令一排排长陈天凤。 你瞅瞅，这小子就这样。2排排长苗全禄，大伙儿都叫我全禄。注意队形，往跟上。快！跟上！前面好像有动静。 匍匐前进。前面有车巡逻兵，到了。炮决应该不远了，干活吧。田凤，有，找个机会摸个舌头过来。是。走。尽量不开枪。都注意，听我的命令再动手，动作利索点。过来了，准备行动，行动！第一是第12团，那边那个，是他们的联络官。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your name and rank are not secret after capture. George, Lieutenant George Lewis. You are from Texas? I was born in San Antonio. Hey bro, this is not very good. Your companions already sought you out. If you are not honest, you may never go back to San Antonio again. So you'd better work with us. 大成，审问俘虏的情报汇总发出去了吗？这鬼天气啊，电台冻住了，童一鸣捣鼓半天没啥反应，暂时联系不上团部了。敌人的兵力和番号都有变动，明天这个仗怕是不好打呀。我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打一家伙，
就都知道了。电台一直没修好，接受不了上级命令。这次的任务要做一些调整。这里是县城，目标在这儿。这边是敌人装甲部队的撤退路线，主力部队的总攻时间应该不会晚于明天下午5点钟。咱们的时间不多，具体战斗部署如下：全连必须在明天下午2点以前干掉大炮。咱们必须在东面这条街上预先设置好伏击阵地，配合主力部队把撤退的敌人堵在这里。跟上，动静小点。往前走，没人，安全，安全。田凤儿看样子找对地方了，105榴弹炮，应该就是团长说的炮兵阵地。连长，4门大炮，环形部署，1挺机枪.30，一共25个敌人。小骚大，敌人没想到我们会来，防御力量很弱，基本没有重火力。木头负责占据制高点，先把机枪手收拾掉。老年鱼带1班从右翼摸过去，从右侧的第1门炮开始攻击。3班负责侧翼，掩护老年鱼他们行动。2班做预备队，待命。木头的第1声枪响，就是战斗命令。注意，别离那个地方罐头都没有。那边有吃的没有？没有。天天的就知道吃，拿着。对呀，情况不对。怎么了？这是美军的标准电台，而且找不到南朝鲜军的番号标识，这就是美军的主力。赵黑，再找找。有没有带洋子码的？是。找找有没有带洋子码的？是。敌人是美军第1骑兵师，是火力强大的机械化师，这不是步兵连能完成的任务。敌情确实如此，但咱们不能放弃今天的任务，哪怕咱们就是死在这儿，也要在总攻开始之前拖住敌人。我觉得这条路是敌人的撤退路线，这个路口就是咽喉要道，只要我们能卡住这个路口，就能在总攻之前把敌人堵在城里，哪怕只能拖住1个钟头，也是好的。同志，没睡醒啊？美军都是机械化部队，单兵武器都用半自动，装备有潘兴坦克、谢尔曼坦克，还有M3装甲车，而这边呢，
你们是步兵连啊？怎么打？用命打。不是咱们一个连打，总攻一开始主力就会压上来。只要咱们堵住敌人，拖到总攻之前，让他冲锋号就行。连长，这不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最起码也得向团部请示一下。敌人不会给我们请示的时间。团首长不会让步兵连去执行这样的任务。这小白脸就这么点胆子，没出息！你们的重武器就只有掷弹头，真要打起来，那真的就是以卵击石了。恐怕这里所有人都得死，一个都活不了。任务已经明确了，各班排分别准备吧。快快，分时间！三万，我刚才说的你应该都听明白了，这不是有没有勇气的问题，客观的问题必须客观的去分析它。我们现在应该撤离，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来，过来，来，看这边。你看，这边只是个炮兵阵地，单兵装备都是什么？最次也是半自动步枪，还有点30机枪和巴祖卡火箭筒。可咱们呢？咱们用的是38大个和掷弹筒，咱们得承认差距啊！战争是科学，啊！你说的都对，是吧？你觉得这事儿是我去说服连长，还是你去？说完了，准备战斗吧。全体作用，战斗准备。是。田洛，你们的任务，负责2位步兵。全洛，带上你的人，负责封锁道路。只要坦克一进坑，立刻起爆。3排抽出1个班负责侧翼，剩下2个班做预备队。20米达实际线，记住，只要坦克越过这个距离，不管他们开没开火，咱们就打。可以。3，机枪、掷弹筒，都攻！是。